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各位有听过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吗？这个故事描述相对瘦小的大卫，只靠一条投石带跟石头，不穿其他的装备，就击败体型高大、全身重护具的歌利亚的故事。很多人解析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，发现可信度很高，因为投石带如果用精确的技术来使用的话，产生的杀伤力堪比小手枪。大卫就是使用投石带的高手，加上他对局势的判断，以弱胜强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。冷兵器时代，也许大家看体型来判断这个人强不强，而现在我们知道判断强弱要看能够产生多少有效打击。格拉威尔在《以小胜大：弱者如何找到劣势，反败为胜》这本书里面，他提到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取胜的关键在抵消对手的优势。就像歌利亚的优势就是他高大的身材，可以使用厚重装备的身躯，劣势却很明显，他视力不好，行动也缓慢，穿上装甲以后更是缓慢。如果歌利亚的对手身体和装备条件比较差，还跟歌利亚用互砍的方式换伤害，用歌利亚最占优势的方式来进行单挑，那当然很不利啦。大卫看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哦，而且他更清楚，并不是为了单挑而单挑，重点是要赢得这一场胜利。所以呢，盔甲没有比对手厚，那就不穿了；剑砍不过对手，那也就不用了；近战打不过，就直接不打近战了，带个投石带远远狙击就算了。他很清楚，能够活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这个故事的结尾大家很清楚，就是大卫用一条投石带将石头送进这个歌利亚的盔甲，他的眼睛的细缝里面，将歌利亚给打败。这就是抵消对手优势的典范故事。如果我们跟短跑选手比100米，跟物理博士比物理，跟政客名嘴比脸皮，那我们是输定了。我们比的都是对方最擅长的战斗。今天我们要打败对方，直觉在对方的战场去挑战对方，是我们容易陷进的误区。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生存跟胜利，就不要以为只能够在对方擅长的舞台跟他比力气。我们若是相对劣势的一方，就要思考几个问题：第一，如何以我现有的条件取得胜利；第二，如何让对手的优势失去发挥余地。从这2个问题去展开，想办法让战场对你有利，转换竞争的观念、方式或条件。像大卫跟歌利亚，原本的战场是2个人穿上装备肉搏，但大卫把自己擅长的远程攻击导入战斗，一切都变了。大卫根本不打算近身肉搏，让歌利亚的一切优势失去作用，还因为笨重而成为活靶子。就这样，大卫转换了传统的单挑，将2人对决变成了单人打靶，把整个战斗的模式给转换过来。大卫看似很弱小，整个战场都对他没有信心，但是呢，他的心态很强大，他很清楚他是能够拿下胜利的那一方。我们弱小，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能够赢的自信，而选择战场或获胜的方式，是我们建立自信的有效策略。以小胜大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，假设2个相同优秀的学生都足以进入顶尖大学，其中一个进入真正的顶尖大学，另外一个进入不是顶尖但也不错的大学。后来进入不错大学的学生，毕业后6年之间发表的有效期刊的数量，比在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高出不少，大约是2倍。原因出在哪里呢？原因不在大学，而在他们2人的心态差异。进入大学前，2个人的能力是差不多的，而进入顶大的那一位很容易发现，还有很多更强的存在排在前面，自己并没有那么独特。同学中有很多人都比自己有动力、有能力、有资源，甚至更有志向，软硬等级都比自己高。这样一番认识下来，这位顶大的同学，他求胜跟争取最强的意志，就很容易被打击、被减弱。最后以前端20%以外的成绩毕业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了，也就是说他会成为他们大学里面80%的泛泛之辈。相反的，进入不错大学的那一位更有可能一直在取得胜利，一直在强化他的自信跟进取心。就算他没有一直赢哦，他也会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环境的顶尖族群，毕业的时候也更容易以顶尖的成绩毕业。顶着这样的光环，顶着这样的自信，他在未来当然更有动力去做他应该要做到的那些成就。这个并不是建议大家去竞争力低的地方当神仙，而是策略性的选择有相当竞争强度，而你知道自己属于其中领先集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既足够刺激自己成长，
又能够建立常胜自信的强大心态。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，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他的名字，他是《人生12法则》的作者 Jordan Peterson。他说，在竞争中胜利的龙虾更可以保持好的状态、好的激素水平，继续赢下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选择一个有强度，但是你更能够取得胜利的地方，可以让你继续赢下去。那么选择战场还有很多种应用，很多的小店在小巷里面蓬勃发展，隐秘的地点成为他们的特色，那其实就是比较不好找啦。再来，他们的产品和原料的独特性也成为他们的品牌价值。在这些小店里面，有90%的咖啡我喝不懂，有90%的美学我也看不懂，但是他们就是有市场，总是有很符合那个店形象的人会出现在里面，然后消费。我相信每一个原料都有它的故事，每一个产品呢都有它独特的温度，甚至每一个顾客都是老板的朋友。在那里，你享受到的消费体验是前所未有的独特。或许又因为他们不是租在精华区嘛，所以固定成本可能相对比较低。那么跟外面同类型的产品跟那些大品牌比起来，他们相对的价格又更有竞争力了。总和了很多的原因，他们成功的坚持下来，并且在这个战场上取得了足够的胜利，成功虏获非主流市场中喜欢巷弄探险或者是追求独特体验的消费者。当外面杀成一片的时候，比方说咖啡，你会想到星巴克、路易莎、85度 C 之类的品牌，他们杀成一片的时候，巷弄内的这些咖啡店，他们仍然可以卖他们的咖啡，卖他们的小物，卖他们喜欢的东西。或许这个就是他们的利基市场，他们以利基市场作为目标战场，另开一块天地，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。这些小店，他们的独特性和灵活性是大品牌连锁店做不到的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利益不够大，大品牌懒得抢。但不管如何，最后的结果是小店敏捷地运用了这一点，转换战场就是要杀成一片的状态，充分地发挥了他们自己的独特性跟优势。另外，除了选择战场，劣势方要以现有的条件来取得胜利，首先自己本身要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技能，再来还需要对规则有深刻的理解，甚至可以利用规则。不管你是强是弱，你都可以从深谙规则中受益。比方说，相当了解会计、税法或刑法等法律规则的强者，或者你有能力、有资源可以取得这些强者的协助，就能在所掌握的范围内最大化我们自己的权利，留下最多的钱。如果你是弱者，你更需要对游戏规则理解透彻，好利用这些规则来强化我们仅有的资源。名 Podcaster、名作家 Tim Ferriss 在1999年赢得了格斗赛的金牌，但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打手哦。他是怎么取胜的呢？他详细研究他要参加的赛事规则以后，发现只要一个回合内把对手弄到场外3次，你就会赢得那一场比赛。而他青少年时期曾经接受过角力的训练哦，所以 Tim Ferriss 另辟蹊径，将格斗比赛变成了推到场外比赛，彻底发挥了他的优势，并且取胜。也许未来你会用奇怪的跳脱传统的方式来应对竞争，甚至呢会因此被取笑、被看不起。但只要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不是缺德的事情，那你就放手去做吧。不管是转换形式条件、选择战场、奇怪方式，或者利用规则，能够活下来的才是赢家。好，总结一下，如何以小胜大呢？你需要思考如何中和掉对手的优势，如何发挥自己现有的资源，如何让竞争条件变成对自己有利。你需要分析2个问题：第一，如何以我现有条件取得胜利？第二，如何让对手的优势失去发挥余地？让我们记住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。那么希望这期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。我是拜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